见了面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老师，然后就说，他说，哎，因为大家不是说真情里面掺假意就是给到一个辣，但是假意里面掺真情就是夯爆了。夯，对，因为我可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像乐子人的，是对。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虎场大明星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，是在《冰湖重生》中有超凡表现的楚乔的饰演者黄洋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黄洋甜甜，在剧中饰演楚乔。这次饰演楚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感觉肯定是觉得自己长大了。那肯定的。对，因为从童年到成年之后，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跨度，然后也是一个，就其实你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，就感觉好像自己穿越了，一下子从那么小一点，然后穿成了这么大一个长大的自己，看着就长大了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看剧本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我发现了和我之前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之前的我可能会认为他更多身上的是一些勇敢或坚韧，然后等到看到剧本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其实他更是一个很细腻的角色。因为你之前你是作为小时候然后再去呈现，但是现在你作为长大后的他，当他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，他内心的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多，他就会有更多的事需要去考虑，所以也会更加的细腻。那在开拍前有没有回忆一下以前的楚乔呢？有的。那就是看到有很多就是那种情绪大爆发的戏嘛。那在拍摄当中，你最满意或者最过瘾的戏是哪一场呢？我觉得是最后一场，就打完大战了，然后世界感觉都寂静了。就当时因为我其实本来的状态当时也不太好，就是已经整个人是精疲力尽，然后就那种感觉，就是整个人脱力了。然后当你再往下倒的那一瞬间，然后朱可月这个时候出现了嘛，就接住了我，你那个情感所有的爆发，所有的那种你可以软下来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一次让我记忆很深刻的体验。就是之前不是在那个五福临门的时候嘛，被小林超级加倍了。那知道这次演 CP 之后，有没有进组见到对方的第一时间有没有调侃一下这件事情？我们没进组之前就已经在调侃了，就是当知道的那一刻，他就给我发消息，我说好，然后就开始我给他发消息，我说非常感谢你来，快。对，但是现场没有再 Q 一下这个梗了？有啊，我们第一次就是化妆间见面的时候就还 Q 了一下，是因为我当时在化妆，然后他从外面就是进来试妆，因为当时他应该是做完了那个野人的装束吧，然后我很震惊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定妆的时候，第一次见他那个头发，说我的天哪，你这是一次非常大的跨越和挑战。他说是的，见了面我就说哎呀老师，然后他说哎，但真的很微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最早的时候小林哥哥饰演的是青梅竹马的哥哥嘛，然后林家哥哥，最主要的事情你知道很神奇，就是1999的时候演我妈妈的倪虹洁老师，就是那种串在一起了。对，天哪！网友们也很担心，就是你们俩的年龄啊什么会不会有 CP 感的问题？怎么看待这种声音呢？我其实一开始也很担心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当我去看完了剧本之后，我会稍微放心了一些，因为它更多的其实是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信仰，关于身上各自背负的东西做的一个心理的斗争，然后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纠葛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我们在《冰湖重生》中多了一层设定，是师徒，这个设定就会刚好把我们之间的年龄感稍微削弱一些，对，平衡一些，然后再加上师徒的那种稍微带点竞技的感觉吧，对，然后也会让就是整个的人物关系更加的立体一些，顺畅一些，是不是？那之前在现场看到张克乐的粉丝就是多到吓你一跳嘛，那有没有在聊天的时候跟他提起来这件事情？哇，我们当天见到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儿，然后因为我们不是一起出的工嘛，大概是我前脚先出去，我就说天哪，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，就是整个就是我都围住了，他就是第二个出来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到了现场，我说天哪，我说那些都是你的粉丝吗？他说是的。感觉你现场有跟他有调侃这些事情？有。他有什么反应吗？就是浅一笑，就是就这样基本操作是吗？那跟他拍对手戏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惊到的一瞬间，觉得哇真的很厉害或者怎么样的这种？我印象里其实有场就还挺深的戏，
他大概是我要跑路了，诸葛月来救我，但是前面是燕巡来围住我，带了一群就是人想要挽留住我的心，但其实他这个时刻这个阶段的内心是我既然得不到你，我就要毁掉你的一个内心的状态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就是他下马来到我的马前去哀求，当他抬起头的那一刻，他是眼睛泛着一丝泪光的，就是你懂，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内心全是那种我在利用你或者怎么样的，是假意了，但是他那个泪光很真心，对，就感觉像是掺了一丝真情，因为大家不是说真情里面掺假意就是给到一个辣，但是假意里面掺真情就是夯爆了夯。那因为我看到你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战损妆啊，哪一次上完妆之后让你吓了一跳的？那我觉得就还得是我们的野野人妆，对对对。刚刚不是提到说野人造型嘛，也比较出圈。剧开播之后有没有想要 call back 一下？其实已经 copy 过了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学校里面嘛，就上学期吧，我有一个作业是要扮演一个男性，因为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嘛，我就参考了一下，因为经典是在于眉毛和胡子，就是它会更有男性的特征，然后帅气一些，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浅浅的尝试，也是在现实生活中 call back 了一下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有没有知道自己有一个标签是古偶女主御用童年脸？惶恐，非常感谢吧。那你觉得小孩姐这个称呼和你的适配度是多少呢？我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字。哦，要有节感是吗？对对对从媚感到节感。对对对，怎么说呢？就感觉小孩姐这个词就感觉像是你是一个小孩，然后你有节感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因为不希望自己再是个小孩。那网络上不是有很多那种05小花的盘点吗？你有看到这种类型的盘点吗？我每回都会刷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朋友也会就是刷到，他就会直接给我推说，哎，你快看看这个。我说来了来了。那被放在这样的盘点里面，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挺好的，因为感觉像在给别人递简历，因为他们很多其实会写的很具体，比如说这个女孩多少岁，然后她叫什么名字，参演过什么作品，有什么样的经历，然后你就觉得其实有很多人是不了解你的，或者有很多人是不知道你的，但当他们这样去介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哦，好像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了。那进入到这种盘点对你来说，压力更大一些，还是动力更大一些呢？压力和动力吗？但说起来其实也挺神奇的，因为我可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像乐子人那种是。对。那刚刚我们有提到真心掺假意这些设定嘛，那以下有网上说的几种大家都拒绝不了的影视剧 CP， 那你觉得《冰湖重生》会对应哪些关系？我会给你4个选项，第一个镜花水月，第2个恨海晴天，第3个枯木逢春，第4个圣人私心。是选一个吗？我觉得都有，都有。对对对，那我觉得如果按排序的话，可以这么算：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，是枯木逢春；等到后期的时候是镜花水月；再到后期，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就有了一些计划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恨海晴天。那你最想演哪一种类型的 CP 呢？恨海晴天。你也是不能拒绝这种是吗？真的，我觉得太有那种张力和拉扯感了。哇哦，哇哦，是不是白鹿姐姐？是的，是的。我刷到过这张图，是超帅的红衣，超好看，绝了。这是你合作过的？这个是不是后面猜？哎，现代。这个是因为没有找到剧中的那种就不合适的，也是。这个有提醒吗？咱们这部剧的已经缩小到完全范围了。烟熏世子啊。真的呀？对。哇，我没见过这个耶。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什么造型的图？好想看正脸长什么样。我给你找。好的，你拿着，你看，我给你找。这个是不是张凌赫老师？对对对，这张是小林哥哥吧？对，他猜很准。这是我们董老师吗？是的啊，你猜很准，猜很准。他那张正脸是这样的。哇哦，哇哦，很有氛围感。那感谢黄甜做客我们的湖场大明星，多多关注湖场大明星相关话题讨论，就有机会获得黄甜的亲民拍立得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也期待你的骑马图多多的上线，好的，多多的动图视频向我们砸来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